農曆7月初1，鬼門開，陰間的門打開，那些沒有人祭拜、沒有後代、沒有地方去的魂，可以出來走走，到人間接受供養。走到月底，門再關上，大家各回各位。但有一種魂，這扇門不是為他們開的。台灣民間信仰裡，不是壽終正寢的、意外死的、橫死的、死得不明不白的，這些人叫枉死。枉死的魂會被關進一個叫枉死城的地方，不是地獄，不受刑罰，但出不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明，歡迎回到藝海路。我要先問你一件事，你有沒有想過人死了之後會去哪裡？大多數人的答案不是天堂就是地獄，好人升天，壞人下地獄。這個答案太簡單了。台灣民間信仰裡，死後的世界比你想象的複雜得多。首先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在這個宇宙的規則裡，每一個人出生的時候，閻王殿的生死簿上就已經寫好你的名字和你應該活到幾歲。這個數字叫陽壽，陽壽到了，你自然死去，進入正常的輪迴流程。但如果你在陽壽結束之前就死了，意外死的、橫死的、被人害死的，那就麻煩了，因為你的名字還在生死簿上，你還沒有到該死的時候。你的死打亂了這個宇宙的賬目。台灣民間信仰裡，這種死法叫枉死。枉死的魂不能直接投胎，不能升天，不能下地獄，不能留在人間。他們被送去一個地方等待，那個地方叫枉死城。例如，你今年40歲，原本應該活到80歲，一場車禍你死了，你被送進枉死城。你要在裡面等40年，等到你原本應該死的那一天，80歲才能離開。但等待本身不是最殘忍的地方，最殘忍的是，台灣民間信仰最常見的說法是，外層的生活祥和，一如陽世。你吃飯，你睡覺，你走路。枉死城裡有街道，有房子，有其他跟你一樣困在這裡的魂。但也有另一種說法，說枉死城裡的魂全都保持着死前的樣子，車禍的斷手斷腳，燒死的焦黑一片，溺死的全身浮腫。他們就這樣在城裡走來走去，脾氣暴躁，他們搶奪。兩種說法，哪個是真的，沒有人說得準。但有一件事，兩個版本都說一樣，你可以登上城牆，往外看。往外看，看的是什麼？人間。你看得見你的家人，你看得見你的孩子長大，你看得見你的父母變老，你看得見他們哭，看得見他們慢慢把你忘掉，但你出不去。農曆7月，鬼門開，其他的魂可以從鬼門出去，到林間走走，接受親人的供養。你不行。鬼門開了，但那扇門不是為你開的。你站在城牆上，看着那扇門，看着其他魂走出去，你回不去。然後你的家人在外面燒紙錢給你，他們以為你收到了，但你沒有。台灣民間信仰裡，枉死城有一個叫庫官的官員，專門管理這些錢。所有燒給枉死城裡的魂的值錢和祭品，全部被庫官扣住，暫時保管。等到你離開枉死城的那一天，才能領取。也就是說，你在枉死城裡的每一年，你的家人燒的每一張紙錢，你一分都沒有收到。你在城牆上看着煙升起來，知道那是給你的，但你什麼都拿不到。現在再告訴你一件事，關於枉死城的內城。外層關的是意外死亡的人，車禍的、溺死的、疏忽造成的意外。這些人的生活跟陽世差不多，只是出不去。內層關的是自殺的人，內層跟外層完全不一樣。內層另一個名字叫孤獨地獄。有兩種說法，第一種，自殺的魂被困在當初自殺的那個地方，每天或每隔7天重複一次自殺的過程，直到陽壽盡為止。第二種，靈魂被帶回地府，關進內層，不斷承受死亡那一刻的痛苦，完全孤立，無法與外界通訊。外層的魂至少還能登上城牆往外看，內層的魂連這個都沒有。你想托夢給家人，需要判官特別許可，
許不許是判官說了算。這套規則不是我發明的，《水滸傳》第21回裡，宋江怒殺閻婆惜，書裡這樣寫：七魄悠悠，已赴森羅殿上；三魂渺渺，應歸枉死城中。這是800年前的文字，枉死城這個概念在中文世界流傳了至少800年。那麼有沒有辦法出來？有，只有一個辦法：打城。打城全名叫打枉死城，不是攻打，不是暴力破門，是向管理枉死城的神明求情協商，看他願不願意開這個特例，讓你提前出來。流程是這樣的：法師先請神調兵，土地公開路，地藏王菩薩做主，最後向東嶽大帝稟報案情求旨，然後引魂，把亡魂從枉死城帶出來。到了枉死城門口，法師拿起法器刺破紙紮的城門，城門破了，魂出來了，然後燒掉整座紙紮的枉死城，帶着亡魂走過奈何橋。法師用藥湯塗抹紙紮人像，象徵替亡魂治癒死亡時受的傷，最後誦經超度送走。但我要告訴你一件事，打城不是保證能出來的，這是求情，神明有權拒絕。意外死亡的、外城的，還有一些機會；自殺的、內城的。台灣民間信仰裡的說法是，自殺是大罪，個案移送地府時會被特別標注，刑罰加重1到3倍。這種案子，神明幾乎不會輕易答應。當然，也有說法認為，只要家人誠心求，神明會開恩。兩種說法都有人信。我不知道哪個是真的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：如果打城求不下來，那個魂就只能繼續等，等到陽壽盡的那一天。這個法事能不能做，需要向一個神明求旨，就是東嶽大帝。現在我要告訴你，誰管枉死城？你可能以為是閻羅王，不是。閻羅王在這個宇宙的層級裡不是最高的，他上面有一個人管他，那個人的名字叫東嶽大帝，全名是東嶽泰山天氣仁聖大帝。你可能沒聽過這個名字，但他管的東西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先告訴你他是誰，東嶽就是泰山，中國五岳之首，山東省的那座泰山。在中國最古老的陰陽五行學說裡，泰山位居東方，太陽升起的方向，萬物發源的地方。所以泰山神從一開始就掌管2件事：生和死。漢代的考古裡曾經挖出過一塊墓碑，上面刻着4個字：死屬泰山。意思是人死了之後，魂歸泰山。這4個字距今2000年。2000年前，中國人就已經相信你死了之後要去哪裡，泰山說了算。後來這個信仰越來越大，泰山神從山神變成了整個冥界的最高主宰。他的部屬是72司的判官，72個部門各管各的事，管你的壽命的，管你的功德的，管你死後去哪裡的，管枉死城的，全部都是他的下屬。十殿閻羅也是他的下屬。閻羅王在他面前只是一個地府的部門主管。歷史代皇帝都敬畏這個神，唐玄宗封他為天齊王，宋真宗加封為仁聖天齊王，元世祖加封為天齊大聖仁聖帝。一個神被歷代皇帝一封再封，加了一個又一個頭銜，因為他管的事太重要了，沒有一個皇帝敢得罪他。但最讓我覺得誇張的是這一句話，來自《封神傳》。凡一切生死轉化人神仙鬼，俱從東嶽勘對，方許施行。意思是，不管你是人、是神、是仙還是鬼，只要涉及生死，都要經過東嶽大帝的審核，他點頭才能執行。你死了要去哪裡，他說了算。你困在枉死城裡，要不要放出來，他說了算。打城法事求的就是他，他不答應，沒有人能讓你出來。所以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，你有沒有想過，你這輩子做了什麼事，他都知道。《搜神記》裡這樣記載，對於現世未被發覺的罪行，都能在死後調查清楚。
你以為沒有人看見的事，他看見了，全部記在他的72司賬簿裡，等你死的那一天翻出來對賬。台灣供奉東嶽大帝的廟不多，全台灣大概只有7間，其中一間在高雄鼓山河川街底端，叫做地獄殿。這間廟的來歷很普通。1940年日治時代末期，有一個叫李兩傳的人住在高雄鼓山河川街。他從台南佳里的老家把東嶽仁聖大帝的神像請過來，放在自己家裡拜，不是廟就是家裡。然後左鄰右舍聽說了也來拜，拜完說：“這個很靈。”跟更多人說，香火就這樣燒起來了。人潮來了，攤販跟着來，店家跟着來。今天的鼓山河川市場就是這樣形成的，一尊神像帶出一個市場。然後來到1945年。二戰末期，美軍為了切斷日本在台灣的軍事補給線，鎖定高雄港。B-24、B-25重轟炸機密集轟炸，哈瑪星幾乎夷為平地。就是這一年，地方士紳裡兩傳、侯大、吳敬生等人做了一個決定，他們在河川街建立神壇，正式命名地獄殿。轟炸的那一年，建廟，管亡死者的神，在這個時間點，在這個地方正式落腳。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巧合。1953年才購地蓋廟，這次蓋的廟一共3層樓，1樓供奉東嶽大帝、酆都大帝、天一真人，冥府的最高主宰在1樓；2樓供奉地藏王菩薩、始殿閻羅，地獄的管理者在2樓；3樓供奉玉皇大帝、三官大帝、南斗星君、北斗星君，天界的統治者在3樓。你走進這間廟，從1樓走到3樓，你走過的是整個宇宙的層級，地府在下，天界在上，而管亡死城的那個神在最底層，最靠近你的地方。農曆7月，地獄殿開廟門。高雄市政府的記錄裡這樣寫：農曆7月，地府眾神坐鎮看守，不是讓鬼出來，是神明守在這裡，看着那扇門。這間廟近80年了，廟城裡的居民從從容容。有人說，因為神明和部將坐鎮，所以不怕；也有人說，鬼神之於他們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說了很多規則，亡死城的規則，東嶽大帝的層級，打城的程序。但我最後想說的不是規則，這個宇宙的賬算得非常精細。你活到幾歲，寫在生死簿上；你做了什麼，記在72司的賬簿裡。你怎麼死的，決定你死後去哪裡。沒有一件事被漏掉。但我想了很久，我覺得這套系統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刑法，是它的公平。它對每一個人都一樣冷靜，不管你是誰，不管你以為自己多聰明、多有辦法、多會躲，賬簿在那裡，等你死的那一天翻出來。你現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在這本賬裡。你以為沒有人知道的事，他知道；你以為時間久了就沒有人記得的事，他記得。不是報應，不是詛咒，只是賬要算清楚。農曆7月初1，地獄殿把那扇門打開，東嶽大帝坐鎮，72司的賬簿一直都在。你現在過的每一天，都在寫你死後的故事。我是小明，我們下次見。